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来说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，发生在德国的啊。这个月初，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我收到2封我的房客寄给我的信，就是想终止这租房合同。首先，第一眼我就觉得特别的奇怪，为什么2个房客同时他们发信给我呢？后来我觉得他们俩肯定是不会说好的，因为呢，他们俩根本就不认识啊。我的2套房是这个城市2个完全不同的位置，所以他们之间绝对是不可能有对方的信息的。后来我想，这完全是个巧合。有个房客他租了大概5、6年了，另一个房客呢3年多。在德国是这样啊，你要取得什么合同啊，不管是那个租房的还是手机合同，一定要发书面的东西。因为呢，你打电话还是什么，你其他方式呢是空口无凭的啊。如果是碰到对方这个人品不太好，你本来给他寄了信，普通的信件，然后对方说我没收到，或者你给他打过电话，但是对方说没有这回事情。如果你偷偷的录音的话，在德国是不允许的啊，你要经过对方同意才可以，这跟国内的法律不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德国，不管你是租房合同啊，或者是你的手机合同，一定要书面发给对方，而且不能发平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发平信，就是说给对方寄封信，然后呢，对方说我没收到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自己哑巴吃黄连，因为你拿不出这个证明的东西，证明呢你这个信件发出去了。所以呢，最好朋友们，如果是你新来德国的人啊，那最好呢是从邮局寄挂号信啊，现在还有在德国，或者是寄快件，就是对方要签收的那种快件。然后呢，网上会显示呢，这个快件已经是成功投递了。那这个情况下，你就可以拿这个作为你的证明材料，证明对方呢已经收到了。好，我们回到这个租房。德国媒体经常说啊，这几年德国的那个房租涨得多厉害多厉害。我虽然是房东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的房客啊都在那个地方租着我的房子，所以呢，我平时呢就不会去管现在到底这个市场价格怎么样。所以那天呢，我收到他们俩的那个终止合同、租房合同的信件之后，当然我出于好奇啊，我就去看了我那套房所在那个区，现在那个房价到底怎么样。我看了之后呢，真的大吃一惊啊！虽然我没有统计数字，但是我的感觉就是这几年，大概就是3、4年、4、5年，像科隆的房租呢涨了3到5成左右，也就是多的涨了一半，少的涨了3成。但是呢，这几年德国人的收入绝对没有涨到5成或是3成，我认为呢，可能涨2成就不错了。现在对比起来啊，德国人他们的实际的购买力、他们的收入，还有他们的生活水平，其实跟5年前是下降的，而且下降了不少。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啊，在德国，大部分人55%的人是租房族，只有45%的人有自己的房子。在德国还有城乡2元的区别，我是说房产方面，在农村自有房的率要比在城市要高很多。这个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啊，我只是从我自己平时在德国这经历，大概有一个这样的经验值吧。我觉得在德国的特别是大城市啊，租房族的人，我认为起码有8成左右啊，8成，八是这样吧？8对，有房的人大概是2成左右，绝大部分都是租房族。我当时刚来德国，刚毕业的时候呢，在外面就租房了啊。当时我们同一栋楼里面有一对老夫妇，大家猜一下他们年纪多大了？当时出于好奇，因为他们经常需要那个帮助嘛，我就比较热心，因为年轻人嘛，就能够帮别人也没有什么，对吧？这是应该的。后来有一次呢，跟他混熟了，就问他你们到底多大了？他们说80多了。然后他们说他们在这栋房子里面，在这套房子里面住了50年了。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啊，在那个房子里面住了50年，一直还是租房族。像这样的德国人真的不少。一个是德国人他意识呢，或者他们的世界观跟中国人不一样，对生活的这种观念啊，或者是对房产的那个概念啊、执着啊，跟中国不一样。另外一个呢，我觉得很多人呢，像德国人，他们对自己的经济管控或是计划呢，没有中国人那么强。我是这样认为啊，他们可能活在当下这个想法要比中国人
更普遍。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很多人呢一辈子就都是租房族。另外一个，我觉得德国的法律反而呢是倾向于保护租客，就像德国的法律更倾向于保护职员一样，这是与中国也是非常不同的地方。还有呢，德国人觉得我不想呢被一套房子绑住我的自由。后来呢，这几年房价涨得越来越多，就是那个租房的也越来越贵。有些人醒悟过来了，想买房，但是一看房价已经对他们来说到天花板了，想买也买不起。因为呢，你首先如果是你不想那个贷款利率太高的话，你也有一定的叫首付，对吧？如果你没有首付或者是首付很低，可能需要付出的代价要更高。所以呢，这个首付很多人根本就存不下钱，对吧？你叫他一下拿，比如说5万、15万欧元出来，我觉得大部分德国人根本就拿不出来。据说啊，在德国能够拿出几千欧元存款的人就是大款了啊。在美国甚至更甚啊！听说美国能够拿出500或者1000美元现金的人都很少。所以呢，在德国很多人他们想买房，现在也买不起，就是没首付。另外呢，现在房价确实非常的高，比如说在科隆这里，一般的二手房，好的地段啊，像我们这种市中心的地段，现在二手房大概是6、7千。那如果是新建的房子，大概1万欧元左右，1万就是7、8万人民币，大概就这样。对于很多德国人来说，已经非常的贵了啊，所以他们想买也买不起。那么只剩下租房了。现在德国的房租有多高呢？城市一般是越大，那房租就越贵，就这样。还有德国呢，房租最高的地方应该就是慕尼黑了。然后呢，就是比如说法兰克福啊、斯图加特呀。还有奥迪所在那个城市啊，德国首都柏林啊、汉堡啊、科隆，还有杜塞多夫这些所谓的大城市吧，都是房租比较高的地方。现在我给大家那个录屏啊，看看我所在这个科隆核心区，现在它的房价到底怎么样？在录之前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背景知识。据德国统计局公布啊，德国职员全职人啊。中位数的收入，你们知道是多少吗？就是税后之后拿到手的中位数啊，2500欧元左右，甚至2500都不到，2400多。我就是说45入吧，2500欧元一个月啊，一个人全职的这个数字，我认为呢特别的重要，你一定要记住。因为呢，等一下我们看那个房租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啊。德国现在特别是城市，它的房价、房租有多变态。我们现在看的是德国最大的房地产网站，租房的、买房的都是这个平台。我们现在是看那个租房的啊。现在这个区域呢是科隆的核心区，就是黑色的这个圈里面啊。那么我们再放大一点啊，看现在到底德国第4大城市，也是德国1线城市，这里的房租价格怎么样？比如说这一套是2368欧元。这个是冷的啊，最后你住进来呢，还要花费大概2到3成的其他的费用，比如说物业啊，还有其他这样那样的费用。如果再加上那个电费啊，还有你的手机费用，在这个基础上加上4成，就是你最终你租房的支出了。这个2368欧元，它的面积呢是148平米，它是3居室。一般在德国是这样，3居室的话，那就是2个卧室，还有1个客厅。2368欧元，再加上大概可能800欧元左右的其他费用，那么最后这个人呢花在租房要超过3000欧元。在这里我提醒各位啊，在德国中位数的职员的税后收入是2400多到2500欧元左右，也就是说呢，这个人租这套房子，他的那个支出要比他1个月的工资更多。不过能租这么贵房子的人，估计他的收入水平肯定要相当于这个数目的2倍吧，否则他怎么活下去啊？我们看这个2400欧元的冷租的啊，2400欧元只有80平米，但是呢是4居室，也就是有3个卧室1个客厅，再加上大概3成到4成的附加费，就是说他最后呢花在房租的也要超过3000欧元。
他租这样房子的人，估计他的收入也不低了啊。再看这个900欧元的两居室，只有一个卧室一个客厅，65平米。还有这730欧元的冷租啊，它是单间33平米，只能是单身汉了啊。再加上这样那样的费用，那么单身汉他在房租的支出要超过1000欧元。好，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，我们看这2950欧元三居室156平米，也就是2个卧室加一个客厅，大概3000欧元，再加上大概要1000欧元左右的其他的费用，最后呢花在租房的要4000欧元左右，可能4000多一点点。我们看3570欧元的，它是4居室，有3个卧室一个客厅，210平米，这是我们这个城市啊最高端的楼盘之一了，在这里啊，所以它的房租特别的高。像这种600多的，估计呢就是普通的，比如说它2个房间，对吧？60平米。然后看这个1150的话，它是3个房间3居室65平米，非常小。这个蜗居啊24平米，也是一个人住，加上七七八八的费用也超过了1000欧元了，就是小小的一个单间。当然里面有个小的厕所，可能有个简易的厨房，就这样。看看其他区域的吧，这有一套2990欧元的，只有2个房间2居室啊，一个卧室还有一个客厅，118平米。最后他花在房租的话要超过4000欧元了啊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反正现在德国的房租都不便宜啊，这里甚至呢有5900欧元的一个月，4居室3个卧室一个客厅，246平米，可以看到科隆大教堂，5900，也就是6000，小6000，再加上可能要1000多欧元的其他的费用，花在租房上面的开支，每个月要7000多欧元。大家注意啊，德国中位数的收入拿到手的是2400、2500，他这个房租就7000多了。看看900多的，它就是1.5个房间，有这样的房间在德国，36平米，900多，再加上可能还要300左右其他的费用，也就是1200、1300左右一个月。小小的1间半房间，这一带都是2、3000欧元的多，对不对？这2700的，这都是我们科隆比较好的地段。这2600多，也有700多，像这种你看都是很小的，30平米，对吧？这630的估计也非常小，40平米。朋友们，你们看看，对比德国人的收入啊，中位数拿到手的也就税后2400、2500欧元左右，然后这是房租，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加上3到4成，才是最后花在租房上面的开支。包括暖气啊、电呀，还有通信费啊，比如说上网啊、宽带、手机等，全部算起来了，租房的费用。所以朋友们，你们看到这个之后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诧异呢？你们觉得德国的房租跟德国人的收入成正比吗？如果一个人工作，像这样的，他是不可能养家的啊，因为他的房租就那么高。比如说像这个1800欧元，稍微宽一点啊，3居室78平米。这78平米是里面居住的实际的面积，大概相当于中国的可能90平米左右吧，在中国，因为中国有公摊嘛，对吧？而德国是没有的，所以这样的话，你们觉得德国人的居住这个面积呀，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呢？在德国，这个合同啊，提前3个月要退掉，也就是说，他比如说11月1日发给我的信件。要到明年的2月1日，也就是1月底才能够退掉他的房子，11月、12月、1月，对吧？然后呢，2月1号开始就进新的房客了。假如他现在搬出去了，他根本就不住我的这套房子了呢，那是不是也要交房租呢？对不起啊，在德国这是法律，法律就冷冰冰的，法律就事实。那既然要提前3个月，也就是说要2月1日开始，他才从那个合同解放出来。其实他现在
找到新的地方了，不想住我的地方了，那他继续要付接下来3个月的房租。这不是我定的啊，这是法律啊，他也知道。所以呢，这不会存在什么争论，在德国没有，依法办事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马上一个是对比那个区的房价，马上呢把我的房源放出去了。放出去之后，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德国这个租房市场有多紧张？比5年前、4年前更紧张了。因为呢，这几年来了很多所谓的难民，然后呢，还来了几百万乌克兰所谓的战争难民，一下你看多了几百万人要住房。德国就几千万人口，一下多了几百万。而且这几年德国建筑工地非常少，几乎没有什么，在市场上可以使用的房子非常的少，可以说是僧多粥少，抢房的人就比较多了。我的房源一放出去还不到1天，半天吧，有一套房子进来，大概有90号人想租我的房子。另外一套呢，稍微郊区一点，也有50-60号人。作为房东啊，我现在就难题来了啊，真的像招聘一个好的职位一样，应聘者非常的重啊，很多人发给我的邮件当中，现在还是邮件的，在德国租房，他要把邮件发给你，然后呢介绍一下他自己，他做什么工作的，他的收入一个月有多少，等等等等。如果他是学生，学生的收入很低嘛，或者没有收入，一般呢会父母帮担保，这是比较好的。那2天我一直在看各个人那个潜在租客发给我的那个信件，然后呢要帮他们归类，从想租房的人他们写的东西，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他的素质，他的教育程度怎么样，还有你也看见他的收入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就给他们分类，条件最好的，我觉得最适合做房客的，然后我放在一个那个文件箱里。另外那些我觉得没有什么素质的，或者呢一看上去呢，他写信那种语气不对的，直接打入冷宫，就这样子。我觉得有意的那几个人，给他们打电话呀，给他们发邮件，告诉他们看房是哪一天，因为那个想租房人太多了，你不可能每一个人跟他们约单独给他们看房，所以呢，看房那天是一波一波人来看房的啊。那天我一共安排了6波人来看房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，就是有一对小情侣啊，给我们发了这样的信件，就相当于应聘租房的啊。看看这信件怎么样？就是德国当下他们是低三下四的给那个房东写这样的信件，以便呢你考虑到他把这房子租给他。这是租客在求房东啊，在德国，这个房地产形势啊跟中国完全是倒过来的啊。因为在中国是那个房源要多于租房的人，据我所知是不是这样？特别是越小的地方，房源就越多，租房的人就越少。因为呢，小地方相对来说啊，工作位置比较少，所以外地人呢，外来人口就比较少。好，我们来看看有一对小情侣给我发的那个应租的那个信，我来念下啊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名叫张三和李四，想申请请问您在科隆公寓的可靠且忠诚的潜在租户。我是一名女生，是一名师范大学的学生，也是一名见习学生。我的男友叫李四，在德国联邦国防军工作。我们一起寻找一个新的家，在那里我们可以共同塑造我们的人生阶段。我们不吸烟，不养宠物，并且非常重视维护良好的生活环境。由于我们有固定收入，我们可以确保准时且可靠的支付租金。如有问题，请尽管随时与我们联系，我们也可以随时前往您处看房。如果您给我们机会向您介绍我们自己，我们将非常高兴。感谢您的时间和考虑我们，亲切的问候，张三和李四。像这样一份相当于求房信吧，是非常有礼貌的。我觉得他们应该从他们的素质来说，应该是不错的啊。然后呢，他们有自己的固定的收入，所以我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比较合适。所以呢，我就邀请了他们那天去看房。看房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德国租房，要提供些什么东西呢？我也可以告诉大家。
要提供一个征信的那个证明，在德国叫收法。这个证明呢，上面会写上你的信用怎么样，你的就是这资金啊方面有没有问题，有没有拖欠什么银行的那个贷款等等，反正这个非常的重要，收法。另外一个呢是过去3个月你的工资单，还有如果你是年轻的人，比如说你当学生还没有固定收入，那如果是有父母的担保信，这也是非常好的啊。还有如果你目前也是租客，租别人的房子，你原来房东的那个信息最好也提供给我，然后你交现在这个房东这个房租的那个历史最好也给我看看。如果你能够提供所有这些东西，那就表明你这个人是非常可靠的。为什么在德国要提供那么多东西呢？是这样啊，前面我说了，德国他们的法律主要是保护租客，因为在德国啊，如果是你碰到老赖，很多情况下，那你作为房东就倒霉吧。你想把老赖赶出去很难哦，成本要很高。听说在美国也差不多，真的非常的高。有多高呢？也许有的老赖赖在里面2年，1分房租都不交，或者5年，你赶不走他。什么人很难赶得走？单身母亲，如果是带一个小孩，那就更加困难。带3个小孩呢，你想赶根本就不可能了。作为私人，作为个人，那你就相当于当什么社保局的人那个角色啊，当活雷锋给他住，你赶不走他，他真的就是在里面当老赖，你也赶不走他。这就是在德国法律特别操蛋的地方啊。所以啊，在德国，我们作为房东已经是怕了啊。在过去听到过很多电视报道，很多老赖在德国不是少数，真的是很多人。既然租客不讲信用，就是把租客的名声弄坏了，所以整个市场啊，反正一颗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吧，在德国也适用。所以一般的房东谨慎的话，都会索要很多此类的文件，就是我刚才说的文件。前面我提到，原来啊，我的邻居80多岁了，一直在租房。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，肯定感到非常丢脸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德国它的文化不一样，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丢脸的说法。所以在德国是这样啊，有的人从出生到死，可能一直都是租客。比如说我说的那个80多岁那对夫妇就这样子，他们到死那天肯定是租客。像这样的例子绝对不止一个啊。还有在德国，大部分情况下啊，你租房的话，里面都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连厨房都没有。我们刚才前面看到，租房就是给房东的，还有大概有2到3成的所谓的附加费或者物业费，这不是给房东的，因为房东不可能赚你这个钱，而是给各个不同的部门。比如说在德国下水也要交费，上下水都要交费啊，一个是水费，一个是水费、污水处理费、垃圾处理费，还有物业有物业管理，还有那个打扫清洁卫生的人。因为像比如说我们这套房子是一栋房子之中的一套之一，那么我们可能会花钱请一个人每周来1次或者2次打扫，那么这份支出就是整栋楼的这些房子把它平摊。在这些费用里面还包括暖气费。暖气费在德国啊是一笔越来越大的开销了，因为能源的价格原来是飙升，现在呢是在高位下不来，反正就是涨上去之后就很难下来了。所以在德国虽然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但是呢很多人根本就没有取暖自由，不敢把自己的暖气开热，因为呢太贵了。刚才说的是2到3成啊，就是在原来所谓冷租的基础上加上去的。还有2个成本没有加上去，那就是电费，还有你的通信费。通信就是你的手机啊，还有那个宽带。电费呢，在德国跟中国不一样，是你自己跟供电公司签合同的，跟房东无关。所以在德国还有专门对比电费那种网站。那么如果是在德国租房啊，你要把所有的开支都算上去，就是给房东那笔叫冷租，把所有其他的开支加上去，大概还要4成左右，最少要3成。到底德国的房租是贵还是便宜？
你可以对照你自己所在那个地方，不管是国家也好，地区也好，看看你自己的收入，还有当地租房的开支，这个占比是多少。今天咱们这个视频呢，就是想给大家看看，反馈下德国的实际情况怎么样。是不是德国收入特别高，然后物价特别低呢？这个物价也包括租房，而不光光是你去什么超市去买一根黄瓜那个价钱觉得非常便宜，或者买一斤面粉那么便宜，就以为德国的那个物价很低了。这个物价是方方面面的，包括什么租房啊，包括吃饭，包括打的呀，还有包括理发、买衣服等等，对吧？反正一篮子。而我今天讲的就是租房这个成本怎么样。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德国租房这个市场，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，因为呢我是房东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